我是一名大四学生，兼职快递员，猝死前最后一幕，手机还在提示订单超时，扣款5。在睁眼，我穿成了大钱落魄少爷陆长风，继承了一家连马都卖光的破镖局。陆少爷，父债子偿，天经地义。今天要是拿不出来，老子拆了你长风局的招牌，拿你2条腿当利息。赵公子，求您大发慈悲，老东家刚走，您就是逼死我们，也变不出3000两现银啊！行啊，老子给你指条明路。这儿有一趟去黑风岭的死契，你陆胜峰亲自去押，就宽限你3个月。去黑风岭那可是马贼窝，陆家这病秧子怕是还没走到城门口就吓得尿裤子了吧？横竖是个死，陆少爷干脆把地契交出来，去我们镇远镖局洗马桶，好歹能保住一条命啊！就为了这点碎银子，你就带着这么多人堵门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哼！来人，给我砸了这破招牌，打断他的腿！想要招牌，你还不配！陆长风，你找死！陆长风，你找死！哼！从今天起，我长风镖局不接任何出城的镖。不出城？一个镖局不出城押镖，你在城里给狗送骨头吗？谁规定镖局就只能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跑几百里的长途？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满城100万人口，有多少急件堵在路上？从今天起，我接管这座城所有的跑腿生意，办时辰必达，迟到免单。同城跑腿，那能赚几个窝头钱？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拖延时间。3天之内，我要让你镇远镖局睁大眼睛看着，我陆成风是怎么把这满城的银子赚得干干净净。好，陆长风，3天后拿不出3000两，老子亲手拔了你的皮。我们走。少爷啊，城里的跑腿活计，大家平时顺手就干了，谁愿意花银子请镖局送啊？3天3000两，这根本不可能啊！少爷，你刚才4契约的样子太威风了，可是咱们现在连买米的钱都没了。副伯，把账上最后的100文钱拿出来，去买红漆和麻布。你现在就去把所有能跑能动的闲汉乞丐全给我召集到后院来。少爷，他们连字都不识，能干什么镖局的活？认识全城的胡同就行。传统镖局的死路我不走，这天下的规矩，从今天起，我来重写。都安静！少祖子有话来说。我说陆家少爷，把我们叫来管饭不？别耽误老子去东街占地盘。长风镖局连雇马的钱都没了，还能雇得起我们？今天，只要你们穿上这件红马甲，按我的规矩办事，我保证你们凭自己的双腿站着把钱挣了。少东家，您不会是让我们去替你挡刀子吧？挡刀，那是最蠢的买卖。我要你们干的是你们最擅长的事。钻胡同。大钱京城120坊，我把全城划分为东南西北4个大区，36个网格。你们只需要记住你们负责的网格里哪条胡同最宽，哪家后门能抄近道。底薪每天10文保底，每送成1单抽成2成，半时辰内送到额外奖励3文，迟到1炷香扣钱，多劳多得，上不封顶。少爷，1天10文底薪还要抽成，咱们账上就剩下这点钱了。要是没人点单，明天就得彻底关门了。副把，高频刚需。等这股风刮起来，全城的银子都会自己往咱们兜里钻。想赚钱的，上来领马甲！从今天起，你们是我长风镖局的闪送铁军，口号只有一个：按时辰必达。
半个时辰，这吹牛也不打草稿。我要把这份契纸立刻送到南城的聚宝阁，坐马车过去也得1个时辰。这位爷，可是要送急件，半个时辰送不到，我们少宫里说了，不仅免运费，还倒赔您10两银子。10两，你可别后悔，这活我给你了，50文跑腿费。南城聚宝阁加急单，003号接单。掌柜的，神了，真神了！七叔2炷香之前就送到了，聚宝阁的王老板都吓了一跳，说那送信的红马甲简直是飞过去的。这怎么可能？大白天的，他是遁地了吗？哎呀，东市那家限量版胭脂马上就要被抢光了。夫人，奴婢花了80文，请了长风闪送。您看，胭脂已经买回来了。大冷天的，就想吃一口南门老李家的爆斗。大冷天的，就想吃一口南门老李家的爆斗。家丁呢？还没买回来？这位爷，您的南门爆豆，长风闪送，祝您用餐愉快。仅仅半天时间，长风闪送这4个字如同长了翅膀一般，席卷了整个京城的权贵商贾和富户圈子。我要10个红马甲，我家老爷的寿星签帖要立刻发往全城。别急，我家小姐的定制苏绣今天必须拿回来，我出2两银子加急费。少爷，神了！这哪里是送东西，这简直是在城里抢钱啊！急什么？小七，挂牌子，从现在起，早晚高峰运费翻倍。想插队加急的，买我们的扛风 VIP 黑金卡，50两银子一张，优先派单。得嘞，少东家，您这脑子是怎么长的？这招太狠了！陆长风，3天期限已到，要是少1个子儿，老子今天就拆了你这破！要发件到后面排队去，别耽误我看长风镖局的调度牌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傅伯，把镇远镖局的账结了。好嘞！这里是3000两本金，地上这30两，算是我赏你催债的辛苦费。短短3天，一个不出城的破镖局，怎么可能赚这么多钱？你到底用了什么妖术？起风了，时代变了。拿着你的钱滚出去，回去告诉你爹，镇远镖局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让一让，长风闪送，加急件，接过。瞎了你的眼，找死啊！赵公子，对不住，我为了躲避孩童惊了您的马，我给您赔不是。赔不是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那是李员外点名要的绝版青花瓷，你赔我的价。赔？在大钱的街头上见到老子镇远镖局的人，就得给我低头绕道走。是。少东家，047号被镇远镖局的人打了。少东家，我没护住剑，李员外的青花瓷碎了要赔100两，我这辈子都赔不起。谁干的？是赵虎，我惊了他的马，他抽了我一遍，还故意踩碎了块戒。少爷，那100两咱们认赔了，全当破财消灾，千万别去跟他们硬碰硬啊！破财消灾？傅伯，你知不知道这红马甲代表着什么？那是我们长风闪送的招牌。今天他踩碎的是一个快剑，明天他就能踩碎我们所有人的尊严。让我的兄弟挨了打，却连个屁都不敢放。那这长风闪送，趁早关门大吉。我也不配做你们的东家。
小七，传令全城网格，所有长风闪送救援半炷香内镇远镖局门口集结。得令。少东家，不好了，外面全都是红马甲！慌什么？几个送包裹的苦役还能翻天了不成？陆长风，聚众闹事，信不信老子报官抓你？我今天不是来打架的，我是来教你什么叫规矩的。我要你当着全城人的面向他道歉，少一个字儿都不行。从今天起，镇远镖局连一辆马车都别想走出这条街。算你狠！对不住，是我冲撞了你，钱我赔。都给我记住了，都给我记住了！只要穿上这身红马甲，我们靠双腿挣干净钱，绝不低三下四。长风铁军，使命必达！少爷，这个月咱们长风闪地每天流水高达2000两白银，镇远镖局只能靠去偏远州省押长途镖死撑着。是啊，少东家，现在那些大商花排着队给咱们送钱，红马甲就是京城的一块金字招牌。2000两，就让你们吃饱了。同城业务只是回血的踏板，长风的招牌终究是要挂满整个大钱。从今天起，全面进军城际物流，我们要把触角伸向大钱的所有州府。城外可是流寇马贼横行啊，咱们这几百号兄弟都没武功，还得重金请刀客护盘，咱们干不了这重资产的活啊。是啊，少爷，传统走镖一队人走到底，晚上还得扎营防贼，速度慢，成本高。咱们现在贸然插手，怕是要亏得血本无归。谁告诉你们，出城的镖就必须是一队人马从头走到尾？我们要建的是轴服式中转网络。听好，第一，换马不换人，换人不贩货。每隔50里设立一个长风驿站，快件装箱贴封条，到达驿站后，立刻换上精神饱满的新骑士，接力冲刺。第二，取消散件发车，所有去洛阳的货，在京城分拣中心集中打包成大件，满载发车，均摊成本。日夜接力，集中分拨。少爷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从京城到洛阳得多久？长风特快，3天必达，没有沿途安保和扎营开销，我们的单件成本将暴降70%。江南生丝1天1个价，我这银票和密信急着送过去，可镇远镖局非说最快也得半个月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谁说不是？我那批长白山极品野山参，耽误1天药效就流失1分。传统镖局走得比乌龟还慢。诸位的动点，我长风接了。陆少东家，您同城业务确实厉害，可这城际大户，每个上百号带刀的镖士压阵，您吃不下呀。我只拼速度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，物流更是如此。我们推出长风特快，接力中转，去江南5天必达，不仅速度快3倍，运费是镇远镖局1半。快3倍，运费还便宜1半，陆公子此话当真？长风特快只签长约，诸位先交5000两保证金，你们的货长风封包了。爹，这几天已经有4家商会跑来推定金了，连老主顾钱会长都派人来解约。还不是陆家那个小兔子搞的鬼，就没听过这么邪门的路数。总镖总，我镖总要了1半，孙会长直接派人把货结回去了，连违约金都不要了吗？孙会长说，长风色旗只用了2天半，嫌我们太慢，直接取消了订单。2天半，
到洛阳，这不可能，都不用睡觉的吗？爹，他们设了中转站，换马不换人，日夜不停，根本没法打。陆长风不守规矩，看老子就用江湖规矩弄死他！来人，去黑风岭联系山贼。事成之后再加2000两。说吧，要卸谁的胳膊腿？长风镖局那个病秧子，谢毁他权益。长风有一批运往洛阳的加急特快，全是顶级的苏绣和极品玉器，价值2万两。劫个没武功的泥腿子车队，这钱赚的比喝水还容易。明晚子时，老子让长风镖局连一根马毛都剩不下。陆爷，昨晚镇远镖局的赵虎上了黑风岭，独眼狼今晚要在野猪林接咱们的特快专线。少东家，野猪林是必经路，这批货可是签了全额赔付的。我马上通知驿站，立刻取消发车。赵发，那是去送死啊！咱们中转站的兄弟怎么跟山贼拼命？小七，叫调度组全体集合，启动幽灵计划。第一步，路线拆分。今晚去洛阳的车，给我准备5辆一模一样的大马车，分5条不同的岔路出城，大张旗鼓的走。多路疑兵。第二步，把所有装货的铁箱换成统一样式，箱子外面贴上编号。除了接货的站长，谁也不知道里面钱装的是什么。那真货放哪辆车？把那2万两的玉器和苏绣全部分拆成小包裹，交给红马甲，走官道，大摇大摆的送过去。那5辆大马车里装什么？此处是我在，不想死就给老子滚下来！好汉饶命，货在车里，我们这就走。老大，全是大铁箱，咱们发财了！给我开！老子在山里喂了半宿的蚊子，就为了抢这几箱破砖头。老大，不好了，另外2条道上的兄弟也传信了，里面装的也是石头。陆长风，你敢耍老子？陆公子，你们长风镖局最近风头很盛，但手伸得太长，容易惹祸。这是黑风岭的布防图，连暗哨和粮仓的位置都标得一清二楚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如今这份大礼摆在大人面前，只需调动3000营兵，半日便可踏平匪寨。啊，陆公子，你要什么？大人，剿灭黑风岭是您的奇功，顺手查抄一个勾结叛逆的镖局，那是您的本分。镇远镖局竟敢勾结流寇，祸乱京城！来人，点齐兵马！你们干什么？少虎，你涉嫌勾结流寇，意图谋反。顺天府尹有令，全部缉拿归案，查封全部家产。陆长风，你不得好死！陆长风，准备全面接收空出来的京城市场。府尹大人，娘娘随口念叨了一句想吃岭南的荔枝，皇上便下了死命令吗？你们顺天府连这点差事都办不好？公公明鉴呀，那荔枝极其娇贵，1日色变，2日香变，3日摇摆变，下官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接着掉脑袋的差事啊！咱家不管，3天后若是看不到荔枝，你就去天牢里过吧。不就是几捧荔枝吗？这活儿我接了。哪来的黄口小儿？你区区一个民间镖局，敢夸此儿口？我长风出手，3000里路程，7日之内，保证荔枝鲜红如初，带着露珠送到娘娘的桌上。陆公子，7天从岭南运鲜果，那得长翅膀飞过来。我若做不到，这颗项上人头，公公随时拿去。但我若做到，我要朝廷答应我个条件，
咱家就给你7天。若是没看到新鲜荔枝，咱家让你长风酒馆满门抄斩。少爷啊，那可是欺君之罪啊！您这是把整个镖局往火坑里推啊！少东家，咱们的中转站虽然快，现在的天气能烤熟活人，荔枝就算1天能运千里，拿出来也臭了。今天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大前朝的第一条冷链专线。看清楚，这是双层格温箱，内层装荔枝，中间层填满木塑和棉花。沿途所有驿站我已经提前备足了硝石，硝石溶于水会吸收大量的热，瞬间结冰。驿站接力换马的同时重新换上新冰块。制冰？大夏天能造出冰块？每隔50里换马，每隔100里换冰。这是我要的极限速度与保鲜。长风铁军，使命必达！换兵，换马，换！53刻已到，看来咱家今天得拿你的血来平息皇上的怒火了。来人，拿下！公公，停！长风特快，御赐贡品，仙人闪避！禀少东家，领囊令荔枝，准时送达。快，打开！神迹啊！陆公子竟然在夏天把荔枝运到了京城，咱家这条老命保住了。陆长风说：“你要什么黄金，还是官居3品？”我要大前所有官方驿站的商用特许行营权。那些驿站除了送朝廷的公文，就是个赔钱的烂摊子。你要它何用？我不仅能帮朝廷免费运送所有公文和贡品，每年还能上交10万两白银的红利。好，咱这就进宫面圣，求一块皇家特批物流的御赐金牌给你。少爷，咱们现这官道驿站速度简直快得吓人，这1个月光各大商会的运费，咱们就净赚了5万两白银。可不，现在那些会长见了我，都得客客气气的叫一声七爷。累死累活跑几千里，就为了赚手指缝里漏下来的那点运费，简直是暴殄天物。少爷，5万两还少啊！物流只是修路，路修好了，就该在上面跑我们自己的大买场了。这是江南的苏丘、西域的宝石，还有洛阳的极品牡丹，画的跟真的一样。小七，你立刻挑出各大州府所有富户贵妇的名单，派最机灵的红马甲把这些画册免费送到他们府上。少爷，这彩色印版极其昂贵，1本成本就要几10文，那咱们图什么？哼，图他们的消费欲望。画册上所有的商品，长风都可以代购，而且告诉所有客户，我们推出全新的规矩：货到付款 COD。少东家，万一那些贵妇们看了不满意或者不要了，咱们不是血本无归吗？没有任何一个女人能抵挡住这种看图购物的用心。至于拒收，只要他们看到实物，掏钱的速度只会比你们想象的快1万倍。这京城的铺子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样绸缎，看都看腻了，这日子真是没趣。夫人，外面长风镖局的伙计给您送来一本稀罕物，说是不要钱，专程孝敬您的。这是什么？这西域的火玉簪子，这手中的极品胭脂，天哪，居然还有拿珍珠翡翠不摇，这都是京城都见不到的绝版。夫人，这上面写着，您看中了，只需要跟长风的伙计说一声就行。快，把那个长风的伙计叫进来。这个，还有这套西域的宝石，我全都要了。我们少东家有令，长风奇宝一律货到付款。
5日内送到府上，您先验货。只要您有半分不满意，我们立刻原路退回，绝不收您1文钱。天下竟有这种好事！立刻下单，这画册上的新款，我每样都要一件。这都入秋了，正是各府贵妇们采买秋装旺季，怎么今天一上午连个丫鬟的影子都没见着？钱老哥，出大事了！我刚才派伙计去打听了，怎么回事？那些贵人们都去哪儿了？陆长风那个疯子弄出了这个叫邮购画册的妖物，直接放到了全城贵妇的梳妆台上，还搞什么货到付款？长风旗宝，送货上门，货到付款，童叟无欺。陆少东家，明人不说暗话。今天我们8大商会联手正式通知你，整个大钱的商铺绝不再卖给你长风镖局1匹杀1钱药。准备棺材本吧，大钱不需要中间商。少爷，咱们画册上接了3万两白银的订单，现在去哪儿弄货呀？要是违约，光是赔偿金就能让咱们倾家荡产呢。傅伯，你告诉我，钱会长卖的云锦是从哪儿进的？江南织造坊啊，可是江南太远。小七，传我的死命令，全县启动源头直采计划，利用我们回城的空马车，直接开进江南的织布村、长白山的采。少东家，您的意思是跳过钱会长吗？没错，我们有大钱最快的物流网，去江南织布村把整村的云锦我包圆了，这运费等于白赚啊！我要建一座前所未有的长风提货中心，直接砸穿他们的底价。天哪！江南最新款的云锦，这里只卖3两，不错啊！让开，都让开！我家夫人说了，这长白山的野山参给我包圆了，全包了。排队，都别抢！刚从江南拉回来1万片云锦，货源充足。按单提货，当面验钱。怎么可能卖得这么便宜？这连拿货的本钱都不够啊！他一定是疯了，在赔本赚吆喝。钱老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咱们是一层层手里拿货，一路的成本高了，可他直接从源头拿货，3两才能赚1半。跟他们比，咱们得破产啊！少爷，咱们这一手源头直供，直接把他们的客流全部吸干了。我看他们现在怎么嚣张！傅伯，传话下去，继续铺货。我要在半个月内把这帮高高在上的商会打到当铺里去当裤子。才半个月啊，连1尺布都没卖出去，再这么下去，我全家100年基业就得全部抵押出去了。我们的客流全被那本画册吸走了，每天几百两银子的亏空过他的。各位掌柜，少东家在正堂备了茶，请各位进去说话。陆少东家，我们服了。我们彻彻底底的服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给京城的商户们留一条活路吧！站起来，长风镖局是做生意的地方，不收眼泪。半个月前，你们8大商会联手要把我赶尽杀绝的时候，可没想过给我留活路。你要是能按照蒙了心，不按照5成价格收走，我们马上关门，把京城的市场全让给您。我说过，大钱不需要中间商。但我现在改主意了，我要你们活着。只要你们签了这份长风七宝商家入驻协议，从今往后，大家就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凡入驻商家需向长风镖局缴纳1万两白银的保证金。只要你们守规矩，这钱一分不少放在账上。第2条，入驻商家必须关闭所有线下实体商铺，所有货物只能在长风旗方画杂册上独家售卖，并且每笔交易抽取2成2服务费。我们自己进货，自己担风险，你什么都不干就要拿走2成，你这是要把我们敲骨血水啊！你们自己算算账，你们开实体铺子，每年要交多少租金？要养多少伙计，要给交多少保护费，这些成本加起来，难道不超过2成？签了字，你们就不需要再交任何店租，你们只需要把货放在库房里，剩下的事儿我长风全包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们的客人是整个大钱的上千万富户，我给你们提供全国最大的客流，我给你们提供全国最快的物流，我提供规矩，我提供秩序，比以前赚的10倍、100倍。物流、客流规则全在您的手里，我签，我也签，都比起守着铺子等死，不如搏一把。欢迎来到我的时代。哎呦，都停下！这可是挣回来的货款啊！马车又报废了3辆。自从各大商会入驻，每天的代收货款高达足足有10斤重啊！少爷，咱们不仅要精锐的红马甲护送，还得专门配1辆大车。沿途的悍匪早就盯上咱们的运钞车了。靠马拉肩杠运送白银，这是石器时代的做法。少爷，自古以来做买卖不都是真金白银吗？既然白银太重，那我们就自己印钱。少爷，
这印钞票的权利都在朝廷手里，咱们私自印纸当钱花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死罪啊！只是证明他有一笔银子存在我长风标督的库房里。朝廷有哪条律法规定不准民间出具存钱的收票？可是少东家，这只是一张纸啊，万一有人拿假用票来提钱，咱们金库不得被搬空了？小七，你看出什么了吗？什么都没有啊，就是一张白纸。啊！我给他们1万年，他们也造不出我长风的防伪技术。这叫化学水印，遇到电球瞬间变蓝变红。除了我，全天下没有任何人知道这种独一无二体的乱码。客人拿着玉票来提现，水印对不上报关，码对不上报关。我在江南卖了3万两的丝绸，这银子都10天了，还在路上运着。我急需这笔现银去塞外进批货呀，您就不能让飙车跑快点吗？钱老哥，既然嫌银子运得慢，为何不试试长风的新规矩？你的江南货款，我已经替你存在了江南分局，这是凭证，见票即兑，认票不认人。我们要的是真金白银，这纸要是被火烧了、被水泡了，异地存取，你要去直接把云票交给供应商，他可以拿着去塞外分局提钱。我用整个大钱物流做保，谁敢拒兑，我赔他10倍。这云票我要了，我信得过。少爷，天下的商人都疯了，主动把家里的地窖挖开，把成箱的现银存进我们镖局。咱们现在账上的白银已经超过了1000万两啊！1000万两，只要他们相信能换回银子，他们就不会同时把银子提走。在这个巨大的资金池里，白银已经变成了数字。长风镖局从今天起正式更名为长风钱庄。废物，全是一群废物！短短3个月，你们竟然告诉我，京城和江南分号的存银足足流失了6成！长风邮票在太邪门了，他们不仅异地存取，而且防伪极高。现在连那些皇亲国戚、盐商巨户都偷偷把地窖里的银子搬去长风存着了。是啊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日升昌的底牌就要被抽干了。一个跑腿的泥腿子，竟然敢把手伸到我大钱第一钱庄的盘子里来，还以为印几张破纸就能呼风唤雨？哼！调集日升昌所有暗线，在市面上收购长风汇票，另外从8大王府接见300万两实体白银。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就是个空壳子。您这是要他陆长风敢少拿出1两银子，老子就以欺行霸市、伪造假钞的罪名诛他9族。开门！你们的银库已经空了，钱全被陆长风卷去塞外了，把我的血汗钱还给我！长风印的玉票就是废纸，大家快把银子提出来呀！晚了就全打水漂了。这少说围了几千人啊！少东家去哪儿了？完了，咱们库房里现在的实体白银，大半都被少爷拿去各种盘商付借驿站了。少东家，日升堂明天要拿500万两汇票来砸盘，你怎么还在烤肉啊？慌什么？火候不到，去酒窖包那坛30年的女儿红搬出来，正好下酒。少爷呀，外面几千人等着要咱们的命啊！500万两现银呢！日升昌背靠皇室，咱们手里哪有两现银给他们？少东家，您快走吧，我去前面顶着，我穿上你的衣服。我的字典里，日升昌不敢这今天晚上动手，非要到明天早上吗？老奴不知，因为他们要造势，他知道恐慌是会传染的。他今晚放出谣言，就是为了摧毁百姓对我们长风的信心。那咱们更得跑啊！咱们库房真没那么多现银啊！谁说我要做总局的现银去对付？明日辰时，金库大开，见票即兑，不封顶，我倒要看看日升昌那几百辆马车装不装得下我的银子。是日升昌的金大掌柜，他们真的带着几车邮票来提现了，完了，连个铜板都剩不下。陆长风，辰时已到，开门迎客，老夫今日来提现了。金掌柜，大清早带着这么多人堵我们，有何贵干？老夫身为大钱钱庄行首，岂能容你作恶？这里是整整500两的长风汇票，咱们总局的现银只剩不到100万两了。金万三，你就为了这区500万两，把全城的百姓都折腾起来，我还以为你日升昌拿出多大的底牌，拿不出钱，老夫现在就让顺天府封了你的门。小七，开金库，让他们这群井底之蛙狗眼看看。开金库！长风钱庄没空，这里少说也有上千万两啊！我的老天爷，谁造谣说长风没钱的？这么多银子，就算是皇帝的内库也比不上啊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老夫就查过你的账，你的现银全拿去铺设驿船提货中心了，京城总局绝对拿不出500万两。你以为你偷偷在收购我的汇票，我不知道吗？我3长风特快就已经全线启动，12个州府分局的备付金全部调集到了京城总局。你竟然用快递运银子，日夜不停。现在该我了。
你怎么会有日升昌这么多本票？你为了击敌我，把你们总号的现银用完了吧？那你们自己的金库现在恐怕比脸都干净了吧？小西，带着本票去日升昌总号，给我把他们金库里的最后一铜板都搬空。得令。从宋宪建的时候，把日升昌没银子的消息散布到京城的每一个角落。得令，长风铁骑无孔不入。几位爷，您的早点。日升昌的金库已经被掏空了。什么？快备车！日升昌提线。管家大哥，听说今晚钱庄马上就要贴封条了。老爷的私房钱全在里面呢，快去禀告老爷！刚从长风郡那边过来，日升昌出事了。今晚帮把现银全拉去砸长风，自己金库空的能跑老鼠。我娘的养老钱还存在日万昌呢！拿着他们家银票的，赶紧自求多福吧。今晚咱滚出来，还我们的血汗钱！完了，100年的基业全毁了呀！他在那儿，别让他跑了！少爷，就这么1天时间，大钱最大的钱庄倒了。走吧，回局里。真正的风暴现在才刚刚开始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陆长风私设钱庄，聚敛天下钱场，扰乱市面银流，说锦衣卫查长风钱庄，拿陆长风入宫问罪。不许抓少东家！长风钱庄救了那么多人，没犯法。少爷不能去，进了皇宫那就是刀山火海呀！我陆长风能建立大钱第一钱庄，靠的是脑子，不是棍子。不用上枷锁，带我去见皇上。狂妄至极，带走！陆长风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朕的国库1年100-200万两，你长风钱庄地下金库竟然高达2000万两，情报通天，这大钱朝到底是朕的，还是你陆长风的？皇上，大钱当然是您的，但现在国库连边关军饷都发不出来。放肆！那2000万两白银立刻就能填补国库，你以为朕不敢杀你吗？皇上，您以为杀了草民就能拿到那2000万两现银？难道还长了翅膀飞了不成？皇上，您去看看，长风金库里现在顶多只有300万两。我若一死，长风钱庄瞬间崩盘，天下商贾挤兑，所有的玉票将彻底瘫痪。不出3个月，天下大乱，根本不用鞑子打过来，大钱就亡了。你敢威胁朕？草民今日既然赶来，就是来帮皇上解决难题的。皇上缺钱打仗，草民给您献上一计，发行国债。国债？何谓国债？简单来说，就是以大钱朝廷的名义向天下借钱，由长风钱庄作为承销商，向天下发行平辽债券，百姓买100两债券，3年年连本带利还他110两。向百姓借钱打仗，只要圣旨一下，10天之内，草民就能为皇上募集3000万两白银，北方战局瞬间扭转，打赢了仗，朝廷不仅不亏，还能大赚特赚。 10天3000万两。不仅如此，草民愿将长风钱庄60%的股份无偿献给皇家，改为大钱皇家银行。草民只做个大掌柜，天下的财富尽归皇家。敢问皇上是杀了我，还是留下我，为您打造一个日不落帝国？传旨，锦衣卫撤兵，封陆长风为皇家银行总办，统管天下钱粮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长风钱庄筹集军饷有功，特准改为皇家银行，执掌天下金银兑换、国债发行，钦此。皇上万岁！祝大掌柜威武！陆总办，北方的军饷虽然发了，但黄河修堤的款子户部实在拿不出来了。您要是不点头，下官这乌纱帽明天就得落地。尚书大人急什么？回去把盐税抵押手续办全了再来找我。少东家，第1期平辽债券仅用8天全部售完。
现银已经悄悄押送到了北方大营。情报网那边呢？红马甲不仅送货，更是眼线。江南总督暗中贪污，勾结海盗，已经被咱们截获。昨晚刚刚通过官方驿站发出，就被咱们由中转站半路截获了兔本。把这封密信以误名举报的方式漏给东厂的人。少爷，您还记得吗？这是半年前那张3000两白银的死契呀！短短半年，您现在可是大前朝真正的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啊！一人之下。